眼前的这个城市是如此的葱郁，如此的整洁干净，满城都是树木。你可知道，几十年前这里并没有一座城市，到处都是黄沙戈壁，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硬生生在沙漠中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打造出了无数的良田绿地，打造出了自己生活的天地。这个城市就是新疆土木舒克市，它处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位置，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从卫星地图上看，现在的土木舒克旁边依然被沙漠所包围。我们飞起无人机，除了能看到城市旁边几个巨大突兀的荒山，再远一点的位置就可以看到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黄沙和沙尘。跟当地的叔叔阿姨聊天，他们告诉我们，即使现在城市也经常会受到沙暴天气影响，因为这里离沙漠实在是太近了。城市建设得很漂亮，我们来到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到处是公园，公园甚至比建筑都要多，在市区内还有随处可见的塑胶跑道。如果身在其中，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一个沙漠城市。在2002年，国务院批准土木舒克市设立为直辖县级市。经过了20年的发展，土木舒克现有人口25万，这里也是粮食、水果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地。城市周边有很多的农场。狒狒一直跟我说一句话，除了偶尔的沙暴天气，这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宜居城市。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看看这个中国人在沙漠中白手起家打造的公园城市土木舒克。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疆的土木舒克市。其实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土木舒克一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所在，因为我们来新疆这么多次了，多次的听说过它，也路过它，但一直没有走进它。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巴楚县开车来到了土木舒克。土木舒克市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这里呢，在西汉时期是属于西域的一个小国，叫芋头国。它也是古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它是连接了古龟兹国以及舒富国，在中间位置特别重要。在维吾尔语中土木舒克这4个字指的是鸟喙，就是鹰的那个面部最突出的这个地方。这个词义应该是和土木舒克这里的地理位置是相关的，因为土木舒克它是连接南疆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以及克州的一个中心地带。这里呢也是帕米尔高原向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个过渡地带，位置非常重要。然后这边呢有那个国道314穿过旁边，也有铁路运输。另外呢，土木舒克有自己的机场叫唐王城机场，就是它的位置是特别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土木舒克市发现这个地方的绿化真的是我心中的南疆之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周围这个环境这里不是公园这是普通的一个马路旁边的绿化带，特别漂亮。我们今天开车进来的时候就是恍惚间感觉自己来到了并不是南疆沙漠旁边的城市。这里可以说是比我们陕西我们秦岭下面嘛，本来绿化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比我们那儿还要绿，真的是相当漂亮。看这马路很宽，而且车很少。其实整个土木舒克市的人口是比较多的达到了25万，有一种说法说30万，应该是包括周围团场上很多的流动人口在内。但是呢，你看这个马路修得很宽，而且人也比较的少，所以整个城市给人一种非常干净、宽敞、明亮、整洁的感觉然后看这个马路，它的旁边两侧都修了这个塑胶跑道，我太开心了。其实我本来是想着晚上在土木舒克这里吃完饭散散步或者跑一圈的，但是呢，来到这儿之后土木舒克我刚来的时候，两侧的那个餐厅又很多，就好想去饱餐一顿。所以这个运动晚上在意吧。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小道里面，像是走在公园里一样。我和狒狒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还跟狒狒说这儿没有什么公园，结果我们朝两边一看，感觉全是公园，随处都是公园。对，你看哈，我们这就是真的非常普通的一条路，这边是马路，这边是那个居民楼，对，这中间就是一个我们那边常见的绿化带，但是比我们内地城市的绿化带宽多了哈，这个绿化的树木啊，还是草皮也多了。对。因为图木舒克呢，它是一个兵团的城市嘛。那大家知道，在新疆呢，兵团呢主要任务就是平时是主要从事农垦的。所以呢，图木舒克尽管有将近30万的人口，但在主城区我们看到人不是很多啊。大部分人现在在农忙季节嘛，大部分人都是在旁边的各个团场啊、镇上啊工作。所以呢，现在这个市里呢，主要就是一些职能机构以及在这里做生意的一些流动人口吧。整体来说的话，城市啊，非常的干净、整洁又宽敞。能吃吗？哇，我跟狒狒就在这个林小道走着呢，就看到这个地上啊，好多的果，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抬头一看，全是这种小果子。能吃吗？就感觉应该就那种小，太红了吧？对，小浆果吧。是。这个还挺高的，你看啊，这一串，我的天哪！对，5、6个。这个城市啊，所有的绿化都是外面引进来的水，因为这城市本来是没有水源的。它最缺水，对啊，最早的时候像图木舒克这块地嘛，就基本在一个荒漠里面开出来，沙漠边缘上。对。但其实这个城市的周围的那个河流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知道的耶尔羌河，以及那个喀什噶尔河。但这些河流呢，并非直接穿行过整个城市啊。是。为了建这个城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引水工程。像我们来的时候呢，旁边有很多水库，最大的一个那个小海子水库，都是为了城市用水以及农业灌溉的。对。你看这个城市哈，如果不是有水的话。这个沙坑啊，这个阿拉尔很像，这个地方全都是沙砾，对，不是我们建那种泥土，就是那种土沙，一粒不粘一粒那种。是的。但是你看现在这边呢，也是有这种管道、滴灌和喷灌啊。对。现在呢，整个搞起来之后啊，绿化超级好。是的。我真的在这里感慨，这完全不像一个南疆的城市，这里甚至比我们之前去过的阿拉尔，我觉得绿化还是要更好的。是的。因为阿拉尔毕竟有那个大河，2条大河，它是和田河和塔里木河穿过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它河流毕竟离城市远一点嘛，绿化能搞成这样子，简直是奇迹。我觉得这个城市绿化就全部是靠人在做，是吧？对。太难了。这个十字路口你看着非常的明亮整洁啊，真的是特别的干净漂亮。然后十字路口旁边到处鲜花，各种，它还不是假花啊，像我们西安那边好像都摆那种盆栽花哈，人家这儿直接是这种栽种的花。哇，这颜色！我和狒狒刚过来这条街啊，叫刀郎东街，我们准备去街里看一下。对，因为那个图木舒克哈这边的刀郎文化非常的盛行嘛，所以呢，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以刀郎命名的，包括我们知道的那个刀郎部落景区哈，离这儿也不算很远，在那个阿克苏的阿瓦提县，也算是邻县吧，挨着的。哎，这边那个绿化真的超好，我刚看地上有好多那种波斯菊，对，然后那个红色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但是他们在这个季节啊，这全都是那个真花。我觉得在北方哈，可能很多城市在特定的季节都用的是那种盆栽，然后那种假的那种花了。对，所以说这边这个植被真的是好啊，感觉像一个南方的城市啊，根本就。我好想留在这里，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地方啊，又干净又宽敞，我特喜欢这种感觉。人很少，到处都感觉很开阔，不拥挤。走在这个城市啊，就一个感觉惬意。哎，还有公交车呢，小公交。我和狒狒脚下就这种跑步的塑胶跑道，特别的软，走路也很舒服。我们现在来到了图木舒克市的一个公园，叫南湖公园。我不知道眼前的这种场景哈，有没有打破大家对南疆城市的固有认知。反正呢，我们在新疆基本上南疆、北疆各个地市州都跑遍了，这里真的是我见过绿化最好的一个城市了，或者说之一吧，因为阿拉尔也不错，对，真的相当漂亮哈。那个市政府就在那个方向，对，这块呢，其实也谈不上新城，因为整个阿拉尔市就没有老城，阿拉尔到现在呢，仅成立了20年，应该说是相当新、非常新的一个城市。想一想，这是沙漠边缘的一个城市，这么多树哈，这样的一个人工湖啊，天哪！而且不止这一个，对，这个是南湖公园。我们来的时候呢，那边还有更大的公园叫锦绣公园，那个里面也有好大一片水域。现在我们走在这跟前啊，这个水汽一起来，
贴在身上，还有一点南方的感觉，有一点身上稍微黏黏的那种，对，就完全不像新疆。是的，魔肺的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啊，处处都是公园。是啊，你看这边人啊，生活的还是蛮惬意的。对，那这个点儿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整吧，还没落山太阳。然后当地好多人啊，这个时间推着小朋友，还有那个阿姨们哈，一起结伴在这边散步。这整个城市特舒服，节奏超慢。我刚才还在和文涛开玩笑呢，我说这个地方，我以后老了挺想来这儿养老的。是的，这儿你看它冬天，因为这边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冬天的时候呢，这边供暖的力度相当大。而且呢，这边的供暖价格是比西安便宜的，它这边1平米呢是16还是18，西安现在1平米好像是21、22吧，这样子。夏季呢也不是很热，而且绿化很好，哎，真的好想来这里。是。然后这个图木舒克啊，因为它人口体量在那儿嘛，将近30万人口呢，所以呢，后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医院哈，图木舒克市人民医院，基本上就是我们正常平常就需要的这个医疗这边都是可以提供的。对，哈哈，说到这儿，我真的感觉我退休后可能会又来到这里了，以后老了。看这个跑道还是分2个道的。对。哇，真的好啊！哎，你现在拿这个镜头这样子定格一下，就我站在这里拍个照片，这样后面有湖有跑道这样子。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只是这样一张照片的话，谁能够想到这里是南疆的一个县级市呢？对，最主要是沙漠边缘的城市啊。对，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在此时此刻打开你的手机地图，搜一下图木舒克市，最好用那个卫星图的模式去看一看现在的我们的位置是在哪里。如果大家不方便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用我的手机看一看啊，看一下，这个是我手机的自带的一个地图，这个就是那个卫星的模式啊，就是那种3D 模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图木舒克市，这旁边就是小海的水库，好几个水库。那这个黄色是什么呢？看图木舒克市的下面这一大片的黄色啊，这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哇，这个完全就是沙漠旁边的边缘的一个城市绿洲啊，对，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啊！在这个新疆沙漠里的城市，我们碰到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跟我们讲述了他们曾经在这里建设城市的故事，讲了讲这座城市是如何在沙漠中被一点点打造出来。正是因为这些前辈们的艰苦奋斗，让我们在沙漠里看到了如此美丽的一片绿洲。但咱们图木舒克市这边好多人祖籍是不是都是内地的哈？哪都有，哪都有啊。我们过来旅游的，这有什么好玩的吗，叔叔？是的。这有什么好玩的吗？好玩到哪儿去？水库吗？往海石图那边去玩。因为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啊，发现这个地方好像都是咱们汉族人多。这里就是汉族人多啊。我们这里全汉族。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没啥维族人。就是前几十年才从内地来的嘛哈。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汉族人。叔叔，你们哪儿的？七几年来的。老家。哦。我陕西的。哦，陕西的。我们也是陕西的。我是渭南的。渭南的哦。哇，叔，你来多少年了？40-50年了吧？啊，来可能比你都大吧？比他都大。那是肯定的，你没他。肯定比我大。66年。66年。那就来这儿吗？66年，我爸还没出生呢。66年。你爸没出生？我爸是68年的。哦，那以前这边说什么都没有是吧？以前都是戈壁滩。哦，戈壁滩啊。戈壁滩就是沙坑、石头没水嘛。哦，那就跟那个阿拉尔一样，以前就是啥也没有。对呀。后来我们来一来的就修水库，修水库，修上了，有水了都开成地了。哦。叔，那这水是哪儿来的？叔叔，那你现在还会说陕西话不？还会？你说一句。叔，你晚上吃饭了没有？晚上吃了吗？吃了。叔叔还是会啊，家乡话。那叔，那你应该很多年没回咱那儿了。哎，相互的回，经常回去。经常回啊，家里应该还有兄弟姐妹哈。兄弟姐妹。
哎挺，好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好的，我感觉比咱们那绿化还好点。对呀、我们老家好。我们从巴楚过来，那边太脏了，又干又脏。哎呦，全是沙子。3年城市，这就比老家好。都是的对，流我对老家也感觉，我来了之后感觉身上还有点黏黏的，还绿化挺好的这儿。对，说那这边人的工作是怎么赚钱的？哪赚在钱？工赚钱怎么赚钱？不赚钱打工嘛，在团场上了是吧？班儿呗团，上班儿是团长种什么呀？种地棉花嘛，，棉花、西瓜种吗？西瓜也种，哦，西瓜也种小啊。麦吧，红啥枣，都有，小麦、果枸杞子为主，苹果都红枣，哦那个是棉花，主要就是棉花。都是经济作物哈。主要南疆就是棉花，你在电视高里看了。我们住的酒店看到还好多石油的在那儿办公的，有油田啊，这有油田啊。这那个海子好玩吗？就那个海子，小海小海孩子，小孩子自己去过了没有？水库啊，水库大大的，看不到边。哦，40公里啊。混着竖着都有40。哦，那还挺大的哈。说说这边冬天有多少度，零下多少了？这冬天暖和的很，暖和啊比老家暖和。还要出来散步的。这么好啊。出来就是出来穿个棉衣回家就要脱。冬天不冷，对夏天不热，对，我感觉这块儿反正比咱那湿润。比老家好多了。这就不下雨，很少下雨。阿姨这边有沙尘暴吗？有，还有啊沙尘暴有。多久一次？前几天才刮了，那个多长时间？那个说不准。办公室都看不到，那那个说不准。这边说来就来。这边离沙漠近是吧？还是近。大沙漠。挨着沙漠呢啊？在冬天是不是暖气供暖5个月？这儿4个月吧。 4个月，那跟咱那一样。啊4个月嘛，4个半月。 4个咱那半月，是11月15到3月15。哦。对，跟这一样的。谢谢叔叔阿姨啊，走了，拜拜。祝你们身体健康，再见。没有人，我和菲菲走在这儿就感觉到处都没有人，就公园里人最多，好多叔叔阿姨在公园里遛弯。我觉得哈，这个土木舒克市的人都非常分散。对，除了我刚刚讲到的很大一部分人在周边的团场，就市区的人来说哈，还都是相当分散的。因为这边你看啊，这个居民楼啊、办公楼啊，都是盖到4到5层，最多4到5层。除了个别的商务酒店啊，给你盖到10几层，其他的楼都非常的矮，3层、4层、5层最多的。所以这边人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就跟刚刚那个我们老乡那个叔叔说的一样哈，对，比老家好，来了就不想回去了。是的，我觉得这地方非常的，总之就是很让你的心胸变得很开阔。对，这旁边哈，你看这个楼就4层，高了没有？因为呢小区盖的比较分散嘛，而且容积率也非常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分散。你看我们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图木舒克市任何一个地方都见不到有人聚集，就没有人。只有在吃饭的地方，餐厅里可能有10几个人，对，公园里能碰到4、5、6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离沙漠太近哈，偶尔会有沙尘暴，这没法避免的哈。像沙尘暴，沙漠刮大风，沙尘暴总会飘到这边来的，离得太近了。但是我觉得待在这儿还是很舒服呀，起码我们来了这几天天气又很好啊。对，虽然白天稍微热了点，但是这边的晚上啊，这个温度特舒服，而且有风吹过来，凉风啊。对，这可不像我们西安那边每次热的时候啊，这个晚上那个风既湿又热了就过来了。对。我们菲菲就沿着这个路在走啊，感觉随处都是公园，真的是处处是公园，哪怕一个路边的一个小树林里都有塑胶跑道，还有一条小的人工河，还有花儿，哇，这已经城市真的很夸张。我认为呢，别的城市哈，它是公园插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设施而已。对。在图木舒克呢，感觉整个城市就是公园。是。在公园里面呢，开辟了几个地方。打地基建起来房子而已，对，就这种感觉哦。这个地方绿化太好了。是，你看这树上还挂得挺漂亮哈。你说怪不得那些刚才哈我们陕西的，还有一个那个叔叔是河南的，对，那个阿姨是四川的，对，他们都不愿意回家，都认为这里比老家好。是的，我也感觉这也挺好的。我们在这个城市走了1个小时了，这个十字路口是我和菲菲见过的最热闹的一个路口了。这个叫人民南路，对，这个叫刀郎东街，是。然后我们顺着人民路哈往那个方向走。就快到市中心了。市中心呢，就是有那个新华书店啊，卖手机的，还有运营商，还有现在卖服装的，以及一个商贸城吧，都在那边。那边我们去看看人多不多。反正这个城市哈，我们现在左边所有地方基本上没啥人。对，
这城市感觉的楼就特别矮啊哈。你看这块算是居民住的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哈，还就是这楼是挺矮的，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楼在咱们那儿，这都不算洋房了，这个应该算那种叠拼了，叠墅啊。对。我们现在来到了土木舒克市的商业中心，这边是中山路步行街。再往里面走呢，就是非常心心念念的蜜雪冰城，因为蜜雪冰城每次都在一个县城最繁华的地方了。这个不是县城，是县级市，但是差不多就是在前面呢，就是整个县城的 CBD 了。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了，我们在土木舒克市转了一下午。那这会儿呢，我们终于来到了土木舒克市的商业中心，就这条路啊，叫中山路商业街。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种非常多的这种连锁品牌的服饰。就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一般在中心城市以下的地级市啊，还有县级市这种地方，有这种什么以纯呀、匹克呀、森马呀，还有这种卖手机的宜兴华书店这种地方，一般就是商业中心了。那我从这个位置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连锁的服装店了，还有那个红蜻蜓啊、贵人鸟啊，都在这一片了。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最繁华的市中心了，大差不差哈。我们继续往前走，去看看。这块真的是市中心了，这边还有酒吧。KTV 是，感觉最热闹的地方了哈。对。刚才我们去的2个路口，还主要是一些居民区居住的，这块纯粹就是商业区了。真的是我狒狒在这儿转了一下午，没见多少人，原来大家都藏在这儿呢。藏在这儿。最热闹的地方了呗。哎，有跑车啊。对呀。野马是吧？乙醇、罗丝兰，前面蜜雪冰城，哎呀，找了半天。卖内衣的也是连锁。哦。西安就有。罗丽丝啊。这就是卖那个睡衣啊，还有内衣这种。狒狒每次到每个城市要找一下就是这个蜜雪冰城了。不是，我不是说多么喜欢喝它，主要是我们有时候去一个地方把握不住它市中心在哪儿。对。但是呢，你只要搜蜜雪冰城，它所在的那条街一定是这个商业中心。可算是找到最繁华的商业街了，又是卖黄金的。怎么感觉在新疆，不管是维族人待的地方，汉族人待的城市，都是喜欢买金子。我们在土木舒克最繁华的地方商业街找了一家螺蛳粉，给狒狒吃一下。狒狒已经好几天没吃过螺蛳粉了。哎呀，太难得了哈！我的最爱。怎么样？好像不是很臭。但是他家有螺肉啊。